么还没到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来了，他的情况大家都知道，他父母都不在了，家里又那么困难，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度过这个难关。现在村里的人又不多了，也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出一份爱心。等等，其他几个人的想法我不知道，先从我们这几个人这里商量商量，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。这么小的孩子没了父母，的确很可怜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一人出一点钱，能出多少算多少，哪怕1分也是爱。好，我这里有1000，我这有500，我这里有5块，你这我身上真的没有钱了。没事，1分也是爱。我建议让思思来管这个钱，以后他需要什么就他负责。我没意见。如果大家信任我的话，那就我来负责。可是这里钱根本就不够啊，什么学费、买衣服之类的都不够啊。要不我跟阿龙跟村里人去沟通沟通，有钱的捐钱，没钱的捐衣服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办法可以，但是不知道村里面的人怎么想。爱心是最美的化身，因为有了它的存在，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美好。我相信我们身边每一个人，他都有一颗善良的心。我也相信我们身边是充满爱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回去，明天我们再来。行。是不是啊？太好了！今天早上我们村里的人啊，都在这里排队，有的捐钱，有的捐衣服。好好，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这是我们带的东西，走，我们进去。几年没回家了，也不知道我妈在家怎么样了，回去看看她。这我女儿的衣服，我给她收拾收拾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小雅，你回来了。妈，我这次啊是接你和我去城里一起住的。女儿，妈哪里都不想去，妈就想在家里待着。你现在既然有本事了，你就应该回报村里面的人。你也知道，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是靠全村人的接济。你上大学的学费和这些年的吃穿都是村里人凑的，你报答的应该是村里的人。妈，我知道了。你看啊，村里面的路和桥不都是我出钱修的吗？还有啊，刘大叔家的房子都是我盖的。你看，你又忘了。女儿，妈年纪大了，你记住，不管你多有本事，你绝对不能忘本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你在家歇着，我去刘婶家他们看看。行，别忘了给他买点东西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妈，我先去了啊。行。阿龙，哎呀，你别拉着我。阿龙，你别走，孩子还小，你不要丢下我们母女俩在家。阿龙，你可以在我们这一片找个工作，你别走好不好？是，我也不想走。你看我们现在的房子也是租的，连孩子的奶粉钱都凑不出来，我不出去怎么办啊？可是我们2个怎么办啊？别人家还有公婆，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怎么生活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我也想给你们更好的生活，所以我只能选择出去打拼了。对不起，思思，你放心，我出去以后每个月按时给你打钱。阿龙，我知道我们没有钱，可是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呀。可是我不愿意啊，
行了，别说了，进去吧。阿龙，阿龙，我可怜的女儿，以后我们两个就相依为命了。嫂子，你们还在家，赶紧去医院啊！可是我手里已经没有钱了，交过房租。我哥他没给你打电话吗？他没往家里面打钱吗？都走了2个月了，电话都没打过，还什么钱啊？我哥他出去打拼是好事，但是孩子还那么小，做事太鲁莽了。嫂子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这里有3000块钱，你先拿着用。东东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嫂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给孩子看病要紧，你先拿着吧，等我哥回来有钱再还给我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嫂子，不用谢我。你呢，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，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在做。嫂子，我哥不在家，以后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。这样吧，正好我开着车过来的，外面太阳那么大，赶紧抱着孩子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你看啊，你每天早上上班，晚上下班都是你自己，我心疼你啊，妈。妈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将来有一个好的生活，好的学习条件。对了，妈，我同学他爸爸又给他买了一件新衣服，可好看了。妈，我爸爸呢？我同学啊都说我是没爹的孩子。傻瓜，别听别人说，你爸爸是一个大英雄，他等你考上大学了就回来了。真的吗？可是为什么他现在还不回来？我都这么大了。快了，妈，我饿了。别了，让妈去给你做饭。嗯。谁啊？叔叔，你找谁呀？请问思思还在这里住吗？哦，你说我妈呀，在呀。你妈？对呀。你现在多大了？我16了。叔叔，求你找我妈有事吗？妈，妈，这里有个叔叔找你，我问他话他不说。谁呀？妈，你这怎么了？思思，我回来了。叔叔，你先进来吧，外面热。叔叔，坐这里，快坐。妈，这个叔叔到底是谁呀？思思，这是我们的女儿。妈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女儿呀？小雅，对，他就是你的爸爸。我爸爸？思思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管我叫什么名字啊？16年了，你为我付出过什么啊？每天早上都是我妈早上起来给我做饭，然后送我去上学，自己还要去上班。你呢？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刚进门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你。这么多年，你做到尽父亲的责任了吗？在我需要父亲的时候，你在哪？都是我妈含辛茹苦的把我拉扯大。你现在回来了，你回来干嘛？孩子，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一直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对不起你妈。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，在你最美好的童年，你没有父亲陪着你，无论说什么，我都不配做你的父亲。你现在回来干嘛？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每天扮演着做父亲的角色，扮演着做母亲的角色，你知道我有多累吗？在女儿最需要父亲的陪伴，你又在哪？
你知道女儿经常被别人欺负吗？别人都骂她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。女儿每天哭着回来找爸爸，这么多年，你连个电话都没有。思思，当年我走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模人样，让你们母女俩过上好日子。你当时说你愿意陪我一起吃苦，可是你越这样说，我就感觉越对不起你。阿龙，我知道我们没有钱，可是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呀。可是我不愿意啊。思思，我知道这16年来我欠你们母女俩太多了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弥补。思思，就让我尽最大的努力，好好弥补你们母女俩吧。思思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孩子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父亲吗？我现在回来了，思思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孩子，我发誓，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弥补你们母女俩。爸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恨你！孩子，你放心，我这半辈子每天都会陪着你们母女俩的。思思，我还不知道孩子叫什么名字呢。爸，我叫小雅。小雅，小雅。爸，坐这里。思思，以后我们家3口再也不分开了。